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山药不但营养丰富，而且滋补身心。今天就用山药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我们准备2节山药。山药中含有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，它能够促进消化，改善胃肠功能，也可以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速率，有效减轻肠胃负担。山药中还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，能够有效阻止脂肪在血管壁的沉积，利于保持血管的弹性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。准备好的山药，将它切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，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下面再准备一朵银耳。银耳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，里面含有蛋白质、膳食纤维和生物活性物质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。银耳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，且富不溶性膳食纤维。不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可以刺激胃肠蠕动，帮助排便，预防便秘。银耳中还含有银耳多糖。银耳多糖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，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，能够起到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准备好的银耳放入大碗中，然后倒入温水，将银耳浸泡着备用。说起红枣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，都知道红枣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而且它肉多又甜，很多人平时都喜欢将红枣当作零食食用。红枣中保留了鲜枣大部分的营养成分，它里面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而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物质，这种物质能够帮助抵抗身体的自由基，防止身体皮肤出现问题，也防止免疫力下降，让疾病入侵。另外，红枣中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帮助促进肠胃蠕动，有效防止便秘。对于一些便秘的人来说，经常吃一些红枣，能够让自己顺利的排便。准备好的红枣加入面粉，将红枣清洗干净，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能够把大枣夹缝里的污渍全部清洗干净。用面粉抓洗大概2分钟之后，再多换清水将它清洗几次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。洗好之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接着再准备一根吸管，从大枣的一头戳进去，一边旋转一边进，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取出枣核了。而且这样取出来的大枣非常的完整。全部的红枣都以这个方法处理好。现在银耳已经泡好了，就像放大了的雪花似的，好漂亮呀！将银耳清洗干净之后再取出来，放入碗中，用剪刀把银耳剪成小块，但是不要太碎。现在来看看山药，能够用叉子很轻易的插进去就可以了，说明已经熟透了。将它拿出来放到冷水中，这样它可以快速的冷却下来。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手拿着剥皮了。很多人在削山药皮的时候都会出现手痒的情况，那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因为山药皮中会使皮肤过敏的皂角质已经被破坏掉了，现在不管我们怎么触碰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这样剥下来的皮非常的薄，一点都不会浪费。剥好放入大碗中，用叉子或者是擀面杖将它捣成山药泥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
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现在往里边加入200克的糯米粉，不知道加多少合适的，就少量多次的添加，一边用筷子搅拌，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之后，再下手去揉面。就揉成这样不粘手的面团就可以，然后取一点放在手心，用手将它搓成丸子，这样就可以先放在一旁备用。先往锅中放入大枣、银耳，加入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烧开之后，往里边加入几个冰糖，一把枸杞，再次盖上盖子，把银耳煮至软烂。银耳煮至软烂之后，再把汤圆加进去，用铲子轻轻的推动，防止粘锅。水再次烧开之后，往里边加入100毫升的水，这一步叫做点水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来可以保持汤汁的清爽程度，二来可以起到调和的作用，使汤圆里外受热一致，确保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、不粘锅。煮至汤圆全部漂浮起来之后，往里边加入3勺的米酒。加入米酒可以使整锅汤鲜美好喝，用小火再炖2分钟。加入米酒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，必须要最后加入，而且煮的时间不能过长，不然就会老了，口感不好。2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装入碗中，美美的开吃了。热气腾腾的山药汤圆粥就这样煮好了。每天吃上1碗，全身都舒服，补气补血，美容养颜。特别是女性朋友多喝这道汤，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